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5月11号。昨天美国 CPI 出利好的情况下，比特币现在是收了一根螺旋 K 线，十字线的 K 线。有些朋友也是在问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遇到多头抵抗，能不能开始兴奋了？那等下来跟大家讲，其实下去你尽量压回给我站在买方哦。今天利用这一个 EMA Ribbon 里边的一些技术知识点来参考历史的一些经验，比如说一些矩形形态的支撑位，或者是每一次破 EMA Ribbon 最下沿的位置，我的观点是再下去你应该要站在买方，包括目前日线的形态也是有一个底背离的结构，或者是等下来跟家人们聊一下 CPI 我们现在要怎么看。其实你就看淡去对待，去年 CPI 在9的一个位置的 CPI 拐弯的位置，在去年的6月份就是比特币跟以太坊底部最低点的位置。因为 CPI 9的一个位置大家知道是在哪个位置嘛？以太坊的低点在去年的时候可是就是在这一个2022年6月份的最低点，就是 CPI 当时9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。所以以太坊去年抄底$1000，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抄底以太坊。不过比特币是有错过，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把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日线的这个 EMA Ribbon 啊，可以回顾一下这一波整理的形态，前面是有跟大家讲已经50天了。我的观点是，就是主力在吸散户，他不想作为啊。其实最近行情是非常的无聊，虽然是有一些高点的位置，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比如说在周线里面有一些败象，就是 MACD 它这个柱状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，就是价格在过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高点比这个高点高的时候，这边的 MACD 柱状是放不出来哦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高点是不是比这个高点更高，所以有两重背离的一个柱状，就是周线里面这个高点柱状明显比这边是有背离，然后这个柱状也没办法超过这个柱状，所以是有 MACD 两重柱状的背离，包括时间这边也是3到40根的周线的柱状。我个人判断最好是这边能不能整理，当然最好是不要破0轴，或者是在这边能不能放一次火的柱状，到时候时间到位有可能比特币会不会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日线目前比特币的 EMA Ribbon 啊，我们参考一下，因为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，就是下方有好几条重要的均线，特别是长期的200均线是在下方支撑，就是趋势长线的趋势就是牛市哦。整个中线我也是猜不准它整理时间要到什么位置，就是趋势在的情况下，上一波也是一样，这一个区间整理破位挖坑的位置，一般破这种 EMA Ribbon 破完以后，我们要去找前面的形态的支撑。当时 FTX 交易所这边破位的时候，这边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区，所以这个位置买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买点。那现在是破了 EMA Ribbon， 我们观察一下，其实破的低点这个上影线高沿的位置是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区，你该买还是要买。如果是我还有资金的情况下，我不一定真的要等这个点位，现货的话随便怎么买，还是一样，就是目前比特币只涨了1倍，想买的话随便怎么买，担心的话就留一部分资金，万一是来到这个位置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，就现在是破了这个 EMA Ribbon， 那这个矩形的形态就是前一次高沿的位置，这边有一个支撑区啊。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，比特币在2019年的牛市也是一样啊，当时底部整个 EMA Ribbon 突破完以后，从来都没有破过这个 EMA Ribbon， 后面是这个位置破了以后，其实短线也是会有买点，只是针对这种超短线的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中线的一些买点，它这边破 EMA Ribbon 以后，甚至 EMA Ribbon 是走空方排列的结构，像这种位置的支撑点位，就是上一次在18年的这个位置，这边有一个矩形箱体震荡的一个区间，这边是很强的一边支撑区，所以像这种买点的位置也是会有短波段的一个利润，甚至疫情爆发的危机，那可以看一下在 EMA Ribbon 下方，就是这一个最底部的一个位置，这边横一条线过去，这个位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的位置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
头肩底上来以后，趋势是已经打开了。下一次的买点会有很多，特别是这种破 EMA ribbon 的位置，去找前面的形态的高位的支撑，就是这个矩形高点的位置，在这个位置，买点就是买点，买完的话有可能就是一整波非常大的一个利润。那这是2020年或者是2019年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015年的整波的行情，也是一样啊，只要底部时间基础打得够结实，它趋势突破完以后，整个趋势突破了这一个颈线的顶部，有压回的位置可以观察一下，这个位置压回它是没有破 EMA ribbon， 所以这一条红色的线有时候也是一些买点的位置。如果是有这种破 EMA ribbon 的点位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破的这个位置，这一个买点，这个买点，这个买点，是不是前面这边有一个形态的一个矩形的支撑，就是这个高原的位置，所以破这个 EMA ribbon， 你可以在这个区间随便买，买完的话它上去可以再看一下，其实这个破 EMA ribbon 的点位是不是这边也是有一个形态的一个上沿的一个支撑，所以买点的位置会很多，就看个人能不能等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包括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在2016年的5月份，这边不是有一个箱体整理的区间，它后面上去以后，这个位置洗的是会非常的深。那这个位置是有什么事件，我也不确定，因为这2天一直在跟大家判断，如果目前出牛的行情有没有可能整理时间会不会接近400天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昨天不是有讲到15年的一个位置。就是从这个高点开始计算，下方的整个整理的区间是会有上涨，就是整个结构长线，我个人判断目前都还是牛市，但是时间跟空间里面，它会有比如说5倍到10倍的上涨嘛，这一个空间跟时间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就是这个位置，它整理到位，不是有一个突破，所以我也是在判断10月份有没有像这种点位的突破。然后会再洗一个100天到200天，就是这个位置的时间，我们拉过去看一下，到这个位置接近400天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空间啊，就是在这里面如果去买的话，万一是买在这种高位呢，你空间可能不一定会很多，有可能最多30%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从这个低点或者从这个高点开始拉到这个位置。空间也最多就50%的一个空间，就是这一个涨幅的空间也最多就50%，所以时间在这种区间震荡的时间里面，它会有这种上涨，就看10月份能不能有这种上涨。我个人观点是一定要找这种点位低点去买，现在是压回来，我个人感觉是应该要先分，特别是如果真的有到25K 的位置，应该也是要先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日线的形态。首先有一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这一个低点，昨天 CPI 公布的节点是破了这个低点，但是指标已经开始出现背离哦。现在是不确定它是不是背离已经确定，如果是在这个位置金叉，有可能就是背离已经确定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下去的话，你该贪婪还是要贪婪，应该要先分啊。包括这个 MACD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柱状是不是比这边要小。是日线里面开始有背离，你如果真的下去买的话，就给我耐心持有住，不一定会马上给我们有50%的一个利润，甚至5到10倍的一个利润。我个人观点，它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在箱体震荡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晚上美国公布的 CPI 数值，预测是在5，现在的数值是在4.9，也是有朋友在问这个数值要怎么去对待，其实看淡去对待，包括现在美联储加不加息，自美联储加到4.75，接近5%的一个利率，我都开始看淡这一些经济事件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 CPI 的一个数值，就是这个 inflation 啊，现在是在4.9，其实早就已经看淡了，至9.1的一个高位，当时的这个时间是在2022年的6月份啊，所以也是有一些朋友经常有在讨论 CPI 转折的位置，就是比特币或者是以太坊底部转折的位置。那这一个6月份就是在去年的日线里面的这一个2万下方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啊，所以当时也是希望朋友们抄底，只是
我也猜不准 FTX 交易所会有这种危机。然后想跟家人们提醒一下，下一步我们要去留意 CPI 如果来到2%的一个低位，我们到时候要观察比特币牛市进行到哪一个位置，真的有没有可能在10月份整理到位进行一个突破，突破完以后它会不会横，还是说未来 CPI 来到2%的一个低位，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涨到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位置？因为到时候我们要小心。美联储不是有说过 CPI 的一个目标是低于2%，到时候我们要去留意他们有没有可能会降息。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看到的利好不一定是利好，降息有可能空间在价格的高位，就是价格在空间的高位，到时候我们要小心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个短波的一个恐慌下跌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